海童停下来，战印也跟着停下，眼神深深地看着他，温沉地问着：怎么了？请阿姨的钱我出，主要是请来照顾杨洋的。杨洋是我亲外甥，理应由我这个小姨出钱，怎能让你出呢？现在请一个保姆要花好几千元的，家里的开支他都出了。海童觉得占了他太多的便宜，战印忍不住伸手去捏了捏他的脸，说道：你老是要跟我斤斤计较，分得太清，我们现在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分那么清楚干嘛？在和你领证那天，我就说过了，我既然娶你为妻，就养得起你。杨洋叫我姨丈的呢，我也很喜欢那孩子，出点钱请个保姆照顾他，我心甘情愿。顿了顿后，战印小声地补上一句：主要是我不想让我老婆那么累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钱由我出。战印很坚持。海童说不过他，想了想后说道：那行，由你出这笔钱。战先生，这个周末你有节目吗？有事。海童牵着宠物狗继续往前走着，边走边说道：我们结婚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你的老家我还没有去过，我想着周末有空的话，你能否带我回一趟你的老家？婆家人是来过，可她这个丑媳妇还没有真正踏入婆家的大门，现在都还不知道婆家的门口是往哪个方向开的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便到了我奶奶的生日，那天我们所有人都会回去的，就那天我带你回去认认门，也能一次性见齐我们家的亲朋戚友们。奶奶是整寿生日吗？不是整寿的生日，只请特别亲的亲戚过来一起吃顿饭。要是整寿生日，他们家肯定会为奶奶办生日宴的，宴请的是管城上流社会的名流们，那样不好骗海童啊。只是最亲的亲戚们聚在一起吃饭，替奶奶过生日，提前安排好，叮嘱一番，倒是能瞒得住。战印对海童的看法是改观了很多，知道海童并不是图他的钱，也不是图他奶奶的钱。观察了一段时间，觉得海童的人品也不错，但他还没有想好要不要与他过一辈子。故而他还是继续瞒着海童他真正的身份。也行，那就等奶奶过生日那天我们一起回去。对于他的安排，海童没有意见。小夫妻俩在小区的小花园里来来回回地逛了2遍才回家。要吃宵夜吗？海童习惯性地问着他。谢谢，我不吃。他应酬的时候都吃了不少的。算了，我也不吃了吧。那晚安。晚安。海童转身进他的房间去了。战印站在原地看着他进房后把房门关上，他才回他的房间。一回房里就拿来海童送给他的新衣服，亲自手洗了一遍，然后用洗衣机脱了水，再烘干，又晾到阳台去，天亮后应该能干的。周红林扭动着门把都扭不开，海玲把房门反锁了。他拍门，海玲开门。海玲前来开门，但还堵在门口不让他进房，问他有事。海玲，我有件事想和商量商量，你让我进去。这本来是夫妻俩的主卧，现在被海玲霸占了。周红林心里有点不爽，不过为了哄得海玲帮他姐接送孩子，周红林忍着不发作。什么事明天不能说？都这么晚了。也才11点，我平时应酬都要这么晚才能回来。海玲猜测着周红林有事和她商量，与婆婆和大姑姐有关，她也想知道，便错开了身子，说完了事，你就回你的房里睡。周红林在心里腹诽着，那天晚上我是喝了酒，憋不住才会想，真以为老子很想碰你啊，面上却说道，你等等，我去拿点东西。说着，他转身快速地回到他现在睡的房间，拿起一只小锦盒，那是他下班后特意给海玲买的一条珍珠项链，不是贵重的珍珠项链，而是100-200元一条的。很快，他拿着那只小锦盒进了主卧，海玲坐在房里的那张双人沙发上等着他。周红林进房后，先去看看儿子，见小家伙睡得香甜，他心头柔软，俯下身去在儿子的小脸蛋上亲了亲，又摸了摸儿子的脸，才站直身子，转身走到海玲的身边坐下。老婆，叫我的名字。海玲淡淡的纠正着他的称呼，不想再听他叫他老婆，他听着恶心。
周鸿林讪笑两声，把那只小锦盒递给海玲，说道：海玲，我向你道歉。哎，上次打你是我不对，再怎么样我都不该动手打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这是我特意买给你的，你打开来看看可否喜欢。海玲看他两眼，接过了那只锦盒，打开来看，里面放着一条珍珠项链。他拿出那条项链来看了好一会儿，便把项链放回了盒子里，合上了盒子。这条项链贵吗？挺贵的呢，我去珠宝店买的，珠宝店的东西都是好的，也都贵。海玲呵呵两声，欺负他不会鉴宝是吧？这条珍珠项链如果是路边摊卖的话，顶多几十块钱就可以拿下来，放到大超市里或者珠宝店里卖，就会卖到几百块钱一条。他猜测这条项链花了不到500块钱，送给他的礼物是不超过500块钱的，送给情人叶佳妮的是不低于5000元的。海玲忽然觉得自己过去为他着想，替他省钱，经营这个家就是一个笑话。我帮你戴上吧。不必，你有什么事要说的，说吧。海玲阻止了周鸿林帮他戴上项链的举动啊。周鸿林又是讪笑两声，就说了：海玲，我姐这一次来是问及上次她跟我说过的那件事，问我们夫妻俩考虑的怎么样了。她说抓紧时间办好，最好就在年前办好。什么事？就是把我们这套房过户给我姐名下，方便她的儿女上更好一点的学校。还有接送孩子和给孩子做饭的事，你看我们个个都上班，忙得很，没有时间，只有你在家里带着杨洋是闲着的。你就搭把手，帮帮我姐接送孩子上下学，给孩子们做饭吃。就算他们不在这里吃，我们也是要做饭的。多了2个人，不过是多2副碗筷，他们还是孩子，吃的也不多，就当做是帮我的忙吧。咱们夫妻多年呢，这点小忙你是愿意帮我的是不？周鸿林声音温和，说话时还看着海玲，更是打起感情牌。我姐说不会让你白干活的，她每个月都会给你1000块钱。我上次也说了，每个月会多给你1500的生活费，加上我姐给你的1000元，你一个月多出2500元，很好了。海玲都想笑了，哎，被周鸿林和大姑姐的想法气笑。1000块钱就想让他接送2个孩子上下学，给孩子做1天3餐，外加辅导作业。周鸿林，你觉得1000块钱很大吗？吃的住的用的都不花你的钱，我姐给你1000块钱是白给你的，你可以当成私房钱存着，还少吗？你要是嫌少，我再给你添1000块钱吧。海玲打断他的话，说道：周鸿林，我上次说的还不够清楚。我说了，那不是我的孩子，我是不可能负责的。再者，我也有件事和你说说。我今天已经找到工作了，明天就去上班。杨洋都是让我妹妹帮我照看，我连自己的儿子都要拜托我妹妹帮我带着。我哪有时间，哪有闲情照顾别人家的孩子？闻言，周鸿林黑脸，说他：你去上什么班啊？杨洋才多大，还离不了妈妈的。我是缺你吃还是缺你穿了？你要去上班啊？我上班是我的自由，杨洋我妹妹能帮我照顾好，你就缺我吃缺我穿了。周鸿林，哎，我受够了。你是真以为我赚不到钱养活不了自己吗？你以及你的家人不是觉得我只知道吃，不知道赚钱吗？你妈和你姐还骂我，说我读那么多书也没有用，赚不到钱就是个没用的。要不是为了杨洋，你以为我会任由你们踩着我压着我？周鸿林，我是真傻，傻傻的相信你能养我。呵，你看看我的头发还黑油油的，一根白发都没有，我还年轻得很，你还没有养我一辈子呢。不过3年时间，你就要与我 AA 制。你明知我以前的存款都掏出来装修这套房子了，明知道我在家里带娃，没有收入来源，你还要与我 AA 制。周鸿林，你不就是想逼着我出去工作，我如你所愿出去工作，往后余生我是不会再相信你说的半句话。周鸿林脸色黑黑的说道，我还不是被你逼的，你花钱没个节制。我怎么花钱没节制了？我用你的钱买了什么？我的护肤品都是海童买给我的，我的珠宝包包都是我婚前自己买的，婚后我都多久没有买新衣服了？
就上次为了给战印留个好印象，我们一家3口都买了新衣服，花了1000来块钱，被你和你家里人念叨到现在，骂我败家乱花钱。婚后我花钱都是花在了这个小家里，花在了你和杨洋的身上。我对自己节省，对你父子俩大方，还要被你说我花钱没个节制，说我逼得你要 AA 制来控制我的花钱。周红林，你的眼是瞎的还是心是黑的？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，良心不会痛？良心被狗吃了。周红林被海玲质问得哑口无言。好半晌，他说道：海玲，我们取消 AA 制好不好啊？你别去上班了，先照顾好杨洋，等杨洋上幼儿园了再去上班。我觉得现在这样 AA 制挺好的，不必取消，就这样过下去。你也不必再说什么，就算你现在给我1万元1个月的生活费，我都要去上班。他找工作让自己经济独立起来，是为了离婚争取儿子抚养权的，再不会听他的鬼话。周红林好说歹说都说服不了海玲答应下来，他也失去了耐性，阴森森地问他：你去哪里上班？哪家公司不长眼，肯录取你啊？海玲笑得灿烂至极，说道：陆氏集团，我是陆总亲自录取的。周红林，陆氏集团不是他能伸手进去的地方。他还想着，要是一般的小公司，他还可以利用他在职场的人脉，阻拦着海玲工作，让他再次失去工作，就会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带孩子了。没想到他还挺有本事的，离开职场3年多，又胖得像猪，没点以前的灵气了，竟然还能进入陆氏集团这种大集团上班，更是陆总亲自录取的啊！陆总肯定是眼神不好。周红林在心里极恨地腹诽着，他都还没有本事进入陆氏集团上班呢。你要说的事情说完了吧？说完了，请你出去。我要休息了，明天得早起上班去。海玲还记得陆东明说过，他每天都要在办公大厦门前的小花园里跑步，跑上5圈才能上班。赵小姐监视着他跑完5圈，睡不好，他明天没精神上班，第一天表现不好，他怕会丢掉好不容易找来的工作。周红林重重地哼了一声，走了，白白损失他一条珍珠项链。周红林出去后，重重地关上了房门，砰一声响，惊动了睡在客户里的母亲。周母披着件外衣走出来，见到儿子，怒气冲冲地从主卧出来。他忙走向儿子，关心地问：红林，怎么了？你和海玲又吵架了？还是海玲不答应帮你姐接送孩子？在母亲面前，周红林缓和了脸色，说道：妈，海玲说她今天找到了工作，明天就要上班的。杨洋都要托给海童照顾，她无法帮我姐接送孩子。你姐都给她钱了，她也不肯吗？她去上什么班？用你姐的话说，你们俩该生2胎了，到时候怀孕了，人家公司也不想要她，何苦折腾？周红林心里想着，他是不可能和海玲生2胎的，现在他都不想碰她，然后他也不让她碰了。这些话他当然不会告诉母亲。他说道：他嫌我姐给的钱少呗，他找工作都瞒着我，我竟然不知道他找到了工作。要不是跟他商量这件事儿，估计他还会一直瞒着我。周红林自己有事瞒着海玲，他就觉得理所当然，但海玲有事瞒着他，他就老大不爽的。周母想了想后说道：明天妈再跟他谈一谈，看看能不能说服他不去上班。不过你以后多给他一点生活费， AA 制取消，不要再 AA 制了。原以为 AA 制对你有好处，现在看来对你没有半点好处啊。你看看你回来后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了。我和你姐过来让海玲做饭给我们吃，还要给她工钱，钱你也不见省在哪里，还是取消 AA 制吧，那样你就轻松很多。哪怕你每个月多给海玲2000元生活费，也是值得的。周红林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妈，就算取消 AA 制，我和海玲也回不到过去的，我对她实在是没有兴趣了。要不是为了杨洋，为了我姐的事，我根本不可能低声下气和她说话。一落，周母就拍了她一巴掌并低声骂着她：你们男人都是这样，一旦结了婚，很快就会抵挡不住外面的诱惑，你以为姓叶的那个真的爱你啊？
人家是冲着你的身份地位来的呀。你要是个普通员工，一个月就领个3、5千元的工资，你以为姓叶的看得上你？是你长得挺好看的，妈对你的颜值还是很满意的，但是帅能当饭吃吗？现在的女孩子都清醒得很，你没有钱没有地位的，长得再帅也会打光棍。你要是真和海玲分了，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周鸿林坚信叶佳妮才是他的真爱，母亲的话他半句都听不进去。妈，很晚了，你快去休息吧，我会跟海玲好好说的，总会说服她答应帮我姐接送孩子。海玲要是不答应帮忙，她的房子也不用过户给姐姐。话说海玲是不是不想让她把房子过户给她姐，才死活不肯帮忙的？她知道她家里没有人有时间帮她姐接送孩子。周鸿林真想回房里质问海玲，又担心夫妻俩吵架，最终放弃了。一夜再无话。隔天天色灰蒙蒙的，下起了小雨。小雨一下就感觉到寒意了。海童走出房间，看到他家战先生正在阳台上收衣服。海童走出去看了看，说道：雨不大，又没有吹风，衣服晾在那里不会淋湿的。战印是收他昨晚洗的衣服，本来是晾在他房里的小阳台。下半夜他醒来后觉得风大，又趁海童在梦中把衣服晾到了大阳台。谁知道今早下雨，风还停了。摸了摸衣服，还湿润润的，想穿在身上不够干爽啊。钟叔给他送过来的洗衣机，就算用了烘干功能，也无法把湿衣服烘干到可以穿上的地步。你没有衣服可以换了吗？海童看他这样子，随口问了句：我衣服多了去，就算不天天洗，干净的衣服也够我穿上1个月。我是看到下雨了，担心会被飘进来的雨水弄湿衣服，就收下来摸了摸。你说不会淋湿，就不收了。说着，他又把衣服晾回原位，然后若无其事地问着海童：今天是在家里做早餐吃，还是出去吃？要不我请你出去吃啊？叫上你姐，要是沈小姐有这么早，也可以叫上沈小姐。海童笑打趣着他：战先生昨晚做梦是不是梦到了中彩票了？奖金多少百万？战印好笑地弹一下他的额：非要我中彩票了才能请你们吃早餐吗？我马上就打电话给小军还有我姐，难得战先生请客，总要赏个脸的。海童笑嘻嘻地打电话给沈小军。沈小军在电话里笑道：童童，你们夫妻俩总算雨过天晴了。战先生还肯请我吃早餐，我就放心了，我怕死他以为我是做媒牵红线的呢。张念生是他的表弟，但他并不希望好友和张念生成为一对儿的，因为张家不适合他的好友。别看他姑姑平时对海童也很好，一旦让姑姑知道念生喜欢海童，姑姑能马上翻脸。有他姑姑这样的婆婆，好友日子也不会好过，所以沈小军不会帮着表弟。他还打算等有机会只有姐弟俩时，他好好的跟张念生说道，死了那条心，以后少来他们的店里，免得战因误会。结了婚的人，不论男女，与人来往还是得考虑一下另一半的心情的，哪怕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对方的事，让对方看到自己的另一半和其他男人在一起，也会生气的。保持点距离，什么事都不会有。我现在就过去。为了给战一面子，沈小军是连生意都不想做了。对了，去哪里吃？你给我发一下定位，我骑车过去。海童手机从耳边移开，问着战印：战先生，我们去哪里吃？管城大酒店1楼的自助餐厅，那里的早餐特别丰富，不管来自哪里，在那里都能吃到家乡的风味。海童告诉了好友，管城大酒店1楼的自助餐厅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结束了与好友的通话，海童又联系姐姐，知道姐姐起来了。他对战印说道：战先生，我们过去接我姐吧。战印没有意见。海童把手机塞回裤兜里，就往大厅里而回，拿到了车钥匙，带上他的宠物猫狗，等上战印和他一起出门。跟在海童后面，见他脚步轻快，明显是心情愉悦，战印低沉地叫他：海童。海童扭头看他，怎么了？战印的视线落在他那双白净修长的玉手上。
察觉到他盯着自己的手看，海童抬起手来自己看了看，没发现自己两手生花呢。他笑道：战先生，你盯着我手看什么？有什么话就说，不要让我猜，我笨得很，猜不出来的。他一点都不笨，鬼精一个。战印在心里腹诽着。没事了。战印想说吃完早餐后去珠宝店买一对戒指的，领证到现在他还没有送过珠宝给他，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，他大概率是不会收下的吧。海童没有说什么，带着宠物们先进的电梯。战印略顿片刻，在心里骂自己拉不下脸来，不会说好听的话。很快他就装着若无其事的跟着走进了电梯。由于等会儿夫妻俩一个回店里，一个要去公司，不走同一条路，故而夫妻俩都开着自己的车。夫妻俩先去的那个光明小区接海玲，刚到小区门口就看到海玲推着儿子出来了。姐，海童把车停靠在路边后，赶紧下车走向姐姐。小姨，杨洋伸长双手要海童抱他，海童弯腰抱起了他，先赏了2记香吻，亲的小家伙咯咯的笑。战印看着这一幕，恨不得让自己缩小成为2岁的幼童，也能让海童亲亲他。杨洋今天醒得这么早，我叫醒他的，喂他喝过奶粉才出门。海玲朝妹夫点点头，叫道：战印，姐，上车吧。战印边说边上前，把儿童手推车搬上了海童的车子。姐，你坐公交车去上班吗？海童一边把车开动，一边问着姐姐，怎么不骑电瓶车？可以把电瓶车塞在战印的车上的，他那辆车够大，塞上他姐那辆小电瓶车完全没问题。时间上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再骑电瓶车去上班。海玲今天特意换上了一身好看一点的衣服，平时在家里她穿衣是很随便的。好久没有上班，现在重新上班，海玲也有点紧张。等会儿我送姐到公司再回店里。也行。海玲没有拒绝妹妹的好意。海童又问起周家母女过来的原因。还能有什么事？就我上次和你说的那件事，想让我给周红英接送孩子，做饭给孩子吃，兼辅导作业，我拒绝了。谁生的谁管，我才没那个闲心管他的儿女。况且他的儿女都像他，我管他们那是吃力不讨好的事。别说他和周红林感情破裂，就算没有感情破裂，他也不想接这种活来干。他照顾杨洋都够累够烦的了，你公婆不是帮他接送孩子的吗？让他们接送不就行？海玲冷笑，周红英舍得放他爸妈过来吗？老两口在他家里那是做牛做马的，把一家几口伺候得妥妥帖帖的。周红林给他父母的生活费也全贴在他那个小家里，也就是你公婆才能养出这样的女儿来。一家子都是腐女魔腐姐魔，希望他姐早点从周家挣扎出来。彤彤，战印今天怎么会想到请我们吃早餐的呀？姐不是找到工作了吗？战印请我们吃早餐是祝贺姐找到工作了，距离脱离苦海更近一步，我们都为姐高兴。海玲笑，觉得妹夫太客气了，也很细心。战印真的是个很好的男人，彤彤你要好好的待他吗？姐，你这些话我听的耳朵都要起茧了。我平时又没有虐待他，昨晚才给他买了几身新衣服呢。海童忽然想起了刚才在家里战印的小动作，他的衣服平时是不会晾到大阳台上的，好像怕他会偷走他的衣服抱着来睡似的，反正就是防他像防贼一样。昨晚竟然把衣服晾到大阳台，有点反常呢。反常即有妖。他摸了摸的那些衣服，然后他眼神没错的话，应该是他昨晚买给他的吧。买的1万多块钱一套的西装服，海童特意记住了那个牌子，没有看错的。海童自己一个人在偷笑。战印肯定是想穿新衣服才会有那些小动作，怪不得奶奶说了，他这个人有点闷骚的，他给他买衣服他不会扔掉的。不愧是亲婆孙，奶奶就是了解他，把他的性子摸得清清楚楚。到了这个管城大酒店，沈小军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一行人进了酒店，酒店的大堂经理认出战印，堆着笑容正想叫一声大少爷，被战印阴森森地瞪了一眼。大堂经理，他做错什么了？大堂经理
非但不敢再叫喊，也不敢跟随，就站在原地目送着战印一行人远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被人拍了一下肩膀，才回过神来。二少爷。看到战一晨，大堂经理如遇救星，一把抓住战一晨，低声说道：二少爷，我刚才看到有个人很像大少爷的，可我不敢叫喊，怕认错人了。真的很像，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带着保镖们。对，他刚才肯定是认错人了。大少爷出入都有保镖跟随，刚才那个可以说和大少爷长得一模一样，连瞪人的眼神都一样的男人，不是大少爷。战一晨忙问：你没有喊他大少爷吧？想喊的，被他一瞪眼，我就不敢喊了。万幸我没有喊，否则就尴尬了。自家老板都认错，让老板知道他可以回去吃自己的了。那就好，以后看到大少爷，只要他没有带着保镖们，你就当不认识他就行。大堂经理糊涂了，二少爷的意思是刚才那个男人是大少爷。如果是大少爷，为什么要装着不认识？战一晨又拍了拍经理的肩膀：你把我的话记牢了，保你工作顺利，升职加薪。要是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，哪天丢了工作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还有，当你们大少爷没有带着保镖时，我和他在一起，你们也别叫我二少爷，记牢了吗？为了工作顺利，升职加薪，经理连连点头，记牢了，记得牢牢的嘞。战一晨再次拍拍经理的肩膀：不错啊，是个可以调教的，有前途。然后他走了。大哥没有带着保镖却出现在这里，肯定是带着他大嫂过来，他总要去跟大嫂打声招呼的。战一晨进了餐厅，却没有和兄嫂偶遇到，因为他进去后，海彤等人就出来了，没有迎面遇上，战一晨自然无法和兄嫂遇上。战印，我先送我姐去上班，她快要迟到了。海彤知道姐姐心急，刚才就不停地看手机上的时间。第一天上班也是不能迟到吧？哦，她不知道姐姐还要跑上5圈才能上班的。海玲平时缺少运动，跑上5圈需要的时间估计要长一点，她不就急了？好，路上开车小心点。战印叮嘱一句。海彤回应他时，人都走出老远了。沈小军也说道：战先生，我先回店里，谢谢你请我吃早餐。战印点头。出了酒店，沈小军骑着他的小电瓶车走了。等沈小军都走了之后，战印打电话给保镖，通知保镖们过来接他。保镖们一直跟在他后面的，只是没有露面。接到他的电话后，很快便赶到了酒店接他。先去珠宝店。战印一上车后就吩咐着司机，司机恭敬地应着好。管城这般繁华的大都市，珠宝店很多，从酒店去公司的路上就有一家珠宝店。到了珠宝店门口，司机停了车，都不用跟随。战印低沉地吩咐了一声，自己下车走进了珠宝店。战印买东西很快，他就挑了一堆金戒指，付了钱。等店员帮他把2枚戒指放进2只红色的锦盒里，再用袋子装上。他接过后扭身就走，店员一直看着他出去，直到他上了车，店员才收回视线，在心里感叹一番，原来现实里真的有大帅哥，成熟沉稳，高大俊美，又极具威严，酷得很。他买的是一对戒指，是有了女友的吧？战印上车后，司机马上开车。阿七扭头看着自家大少爷，不是送给你的。他家大少爷冷冷地说了句。哎，阿七忙道：大少爷，我就是好奇，没有其他想法的。就算是送给他的，他也不敢收呀，那可是戒指。战印打开了一只锦盒，把里面的那枚戒指拿出来，套进了他左手的无名指。阿七明白了，大少爷这是向外界宣示他已婚的身份。这是打算向大少奶奶坦白了吗？大少爷，我们以后看到大少奶奶后，可以叫她大少奶奶了吗？战印看他2眼，沉声说道：照旧。他会错意了，大少爷并非要向大少奶奶坦诚身份。那大少爷戴着那只戒指是什么意思吗？很快啊，阿七便知道他们大少爷戴着那只戒指的真正意思了。他们的车子在公司门口又被在这里等候着的商小姐逼停了。阿七都佩服商小姐了，
天天都在这里守着，大少爷里都不想理他。他依旧过来，并不觉得丢脸。商总大概也是拿这个妹妹没有办法了吧？原本按照大少爷的脾性，肯定会用着手段重伤商小姐，让商小姐不会再纠缠的。不知道大少爷怎么想的，除了最初打电话给商总，让商总过来把商小飞带走后，就没有了下文。站印，商小飞拎着一只保温饭盒，抱着一束花挡着去路，朝着车上的男人叫喊着：站印，你不下车，我就不让路。这2天他都在站印位于豪庭别墅区那条下山的必经之路等着站印，愣是没等到。猜测站印是避着他的，他名下很多房子，他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，最后觉得还是在公司门口等着，就不会错过站印。站印在车上静坐了1分钟后，他伸手推开了车门，下了车。站印，商小飞看到他下车了，很开心。觉得自己的坚持有点进展了。这不，站印从无视他到肯下车见他，这就是进展。站印，我给你准备了早餐。商小飞忙把自己带过来的爱心早餐递给站印，同时又把那束花递过去，笑得灿烂如花。这束花是我从我家花园里亲自剪下来，修好花枝，再亲自扎成一束的，送给你。站印面无表情地看着商小飞。送花给一个大男人，海童到底是怎么教商小飞追求她的？把她当成女人吗？伸出右手，站印先是接过了那束鲜花，再伸出左手接过保温饭盒。商小飞顿时欣喜若狂，站印这是接受他了吗？下一刻，他就看到了站印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，那枚金戒指还是很大枚的，套在他的无名指上，哪怕今天没有太阳，也闪闪发光，让人想忽视都忽视不了。站印，商小飞小心翼翼地试探地问他：你怎么会戴着那枚戒指的？还是戴在无名指上？他挤着笑容，小心地解释的道：一般是婚戒戴在无名指上的。站印嗅过他的戒指后，扭身就走到保安室门口，沉声问道：你们保安室的垃圾桶呢？保安赶紧给他拿来了垃圾桶，他把那束花以及保温饭盒都扔进了垃圾桶里。回身，他走向他的车子，径直上车。并没有向商小飞解释他为什么在无名指上戴着戒指的原因。商小飞都说了，婚戒才会戴在无名指上，那么明显的意思，商小飞又不是傻子，还不明白吗？开车，站印低沉地命令着。司机忙把车开动，绕过了商小飞，进了公司。商小飞像是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术似的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，脸色也是越来越白。原来站印并不是要接受他，他只是要当着他的面，把他送来的花束以及爱心早餐扔进垃圾桶里。他还戴上了婚戒。暗恋多年的男人，商小飞是知道站印的双手一向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从不带任何饰物。现在他无名指上戴着戒指，他是在告诉他，他已婚吗？可是他没有听说站印已婚的消息啊！难道是他为了保护他的妻子，所以没有公布婚讯啊？但以他的身份地位，他的妻子只会让人羡慕嫉妒恨。谁敢动他的妻子？用得着隐婚来保护他的妻子吗？还是他故意买枚戒指往无名指上一套，骗他的？不管怎么样，商小飞觉得他都要调查清楚。万一站印真的是已婚，他在纠缠于他，就是成了别人婚姻里的第三者。他商小飞又不是嫁不出去，就算他爱惨了站印，他也不做站印婚姻里的小三。3条腿的男人，他是没有见过2条腿的男人通街都是，他绝对不和别人抢男人。想到这里，商小飞快步跑向他的跑车，很快就开着跑车离开了战氏集团。他没有去找他的爱情军师，这件事找军师没用，他得找他的亲大哥，求大哥帮他调查一下站印是否已婚。商小飞直奔商氏集团。她是商无痕唯一的妹妹，商无痕非常宠爱妹妹，在商氏集团甚至是整个管城都是出了名的。故而商小飞开着车直接进入了商氏集团，也没有人敢拦他，让他一路飞奔上楼，闯进了总裁办公室。